这种特殊药剂是透过静脉注射，必须天天打才行，因为药剂代谢掉之后，孩子们又会恢复正常。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给孩子们抽了不少血，分离出红血球、白血球，还有血小板以及干细胞后，建档再行冷冻。而小鱼并不是生母的第一个孩子，在小鱼生母16岁青春年华之时，便遭紧迫盯人的中共特务侵犯，有时还不止一人伤害他。在生下小鱼之前，他已经生下并被带走不少子女。在受到重重打压与侵犯后，小鱼生母逐渐出现精神失常的状况，生活上需要家人照料，遑论学习与工作。在她生下小鱼之后，因过度生产导致子宫出现问题，无法再受孕。中共政府默许的地下实验室进行一项特殊实验，把一群孩子带离父母身边，由中共政府集中管制、教育与训练各项技能，实验他们是否可以在成年之后如机器般的为国家明里或暗里进行一些工作而不反抗。此时实验室研究人员们出现分歧，在讨论后决定把孩子们分成2组，实验组是没有父母照护的孩童，对照组是有父母照护的孩童。为了避免出错，这些所谓的父母都是由中共特务伪装假冒的。小鱼属于对照组，他被送往一户由特务组建的家庭，成为家里的独生子。虽然是中共特务组建的家庭，养母仍精心教养小鱼，而小鱼在没有上述的针剂注射后，隐约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但是小鱼仍然很孝顺父母，不知是巧合还是上面特别的安排，小鱼的养父其实就是他的生父，约在小鱼5岁的时候为了执行任务而死亡。之后小鱼的养母独自将他照顾到大，而实验组的孩子则分散关押至别处，被安排训练体能运动，入寺庙学习武术，进行特务培训，或是被教导艺术、舞蹈、歌唱等才能，日后进入演艺圈等等。实验组的孩童们每日仍继续被注射特殊药剂，以确保不会反抗或逃跑。小鱼告诉我，乍看是母亲独立抚养他，但却是整个中共特务集团集体监视着他。这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渐渐发现，身边总是有一些自称是亲戚的人在看守着他，走哪儿都跟着，走远了就会出面阻止。他觉得不自在而告诉母亲，母亲却总是为那些人打圆场或推诿过去。小鱼说，他总是被周围的人紧迫盯着，这种感觉特别不自在也不舒服。长大之后经历了许多事情，才明白这些人都是监视他的特务，而他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男主角那般的失去自由和隐私。想了解更多关于小鱼的身世之谜，可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或到干净世界平台搜寻宇恩说频道，查看完整讯息。